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款免费好用的浏览器自动化工具 Automa。我会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来介绍它的一些模块的用法。这就是 Automa 的官网，你可以看到安装后的 Automa 界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。使用这个工具不用写代码，直接像搭积木一样的拖拽模块连一连，就能自动刷网页点按钮。点击这个地方，你就可以进入到 Chrome 应用商店去下载安装了。我这边已经下载过了。下载完成之后，点击扩展程序这个小图标，找到 Automa， 点击图钉小图标，让它在工具栏中固定显示。点击 Automa 图标就可以打开它了。Automa 自带了一些简单的例子，你可以自己打开，然后熟悉一下基本模块的用法。比如这个叫 Google Search 的工作流例子，点击运行，它就会新建一个标签页，并打开谷歌的搜索页面，然后自动在搜索栏填入 Automa Extension， 最后再点击搜索按钮搜索。这些例子都很简单，而我们实际使用中碰到的问题会更复杂一些。接下来我会详细解析一个真实的 Automa 工作流文件，通过这个实际的例子，学习如何运用 Automa 来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。现在我打开这个工作流文件，这个工作流它可以帮助我在 Pinterest 上预定 pin 的发布。Pinterest 是一个图片视频的分享平台。根据 SimilarWeb 的统计，它在全世界的网站中排名27。用户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发布图片或视频，为自己的产品、博客或网站引流。网上有很多通过 Pinterest 引流赚钱的案例，但是持续的发布 pin， 特别是如果你想在最佳时间发布，可能是一项非常耗费时间的工作。我们先来看看在 Pinterest 网站上是如何实现批量上传 pin 和预定发布的。登录进入 Pinterest 后，点击菜单栏中的 Create Pin， 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批量上传图片了。对于这些 pin， 你可以全选，然后一次性的修改标题、描述、网页链接等这些信息。填好信息后，你就可以点击发布按钮发布了。虽然你可以一次性批量发布这些 pin， 但这种操作方式存在两个明显的坏处。首先，会对账号安全构成风险，很可能会封号。其次，也难以达到理想的引流效果。如果你希望分时段预定发布这些 pin 的话，你就只能一个一个的选定日期和时间，然后手动点击预定发布按钮了。我们现在要研究的这个 Automa 工作流，可以将选定日期和时间的这个过程自动化，它可以便利你在 Pinterest 上的草稿 pin， 并逐个在不同日期和时间进行预定发布。现在 Pinterest 最多支持同时有100个 pin 处于预发布的状态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有100个 pin 要预定发布，手动操作和用 Automa 自动处理有多大的区别？使用 Automa 能确保每个 pin 都在预设的最佳时间发布，避免人为操作的失误，并且节省你大量的时间。
网上能实现 Pinterest 预定发布服务的网站有很多，他们基本都是要收费的。我自己就用过 Tailwind App 和 Buffer。按月付费的话，Tailwind App 每个月是25美元，Buffer 每个月需要6美元。所以，通过 Automa 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，还可以切实的为你省下这一笔钱。现在我们就打开这个工作流文件，逐个区块的进行解析。我会详细解释每个部分的功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进入到 Automa 界面，并且加载了这个工作流文件。我们可以看到 Automa 的工作流是由很多模块组成的，模块之间由线条连接，鼠标左键双击线条，或者右键点击线条，然后选择删除，可以删除连线。连接两个模块也很简单，将鼠标定位到模块的小圆圈处，当光标变为十字形状时，按住鼠标左键不松手，然后拖动到目标模块的小圆圈处就行了。每个 Automa 工作流都是从一个触发器开始的。双击这个模块，可以对这个模块进行修改。我们看到，它现在是一个手动的触发器，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在 Automa 中点击播放按钮来启动它。Automa 支持的触发方式有很多种，你可以自己修改和添加。接下来是活动标签页，它告诉 Automa， 所有后续操作都应该在浏览器当前活动的标签页上执行。所以，在运行这个工作流之前，你需要先打开 Pinterest 草稿页面。紧接着是插入数据模块，这是我们设置初始变量的地方。这3个变量是用来设置发布日期和时间的，它对应发布页面这个地方的空间。这个变量表示是否打开了预定发布的开关，它对应的是这个空间。没有打开，工作流就会自动点击打开。如果已经打开了，就跳过，直接进行下一步，填写日期和时间。和发布时间对应的有一个下拉选择框，这个变量就是其中选项的 ID 值。这里要注意一点，插入数据模块中插入的变量和后面出现的 JavaScript 模块中出现的变量不是一回事。插入数据模块中的变量生命周期是整个运行过程，相当于全局变量，而 JavaScript 代码模块中的变量只存在于 JavaScript 模块中，相当于局部变量。我们在 Automa 的网页交互操作中用到的是插入数据模块中插入的变量，所以在 JavaScript 模块中，如果我们需要进行一些计算，就需要类似以下的操作进行转换。然后是循环数据模块，你要设置一个 Loop ID， 后面对循环中的每一个元素进行点击操作时需要用到它。还有一个就是元素选择器，它表示的是一个集合。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元素选择器或者 CSS 选择器，你不知道怎么填的话，你就点击这个地方，元素选择器。注意要让这个眼睛图标处于显示状态，然后点击页面中你想要选择的元素，这样元素的各种属性值就会显示出来。你就可以将这些信息丢给 AI， 问 AI 如何用 CSS 选择器表示， AI 马上就会给出结果。接下来是 JavaScript 代码模块，
这里面是一些日期和时间的逻辑运算，包括后面的 JavaScript 的代码模块也是。这个是点击元素模块，因为每一个草稿拼都是集合中的一个，所以我们要在 CSS 选择器代码的前面再加上这个。这个属性值模块从预定发布的开关按钮获得开关状态，并存储在变量中。后面要根据它来判断是否需要点击。这个开关是来回切换的，多点一次就没办法进行预定发布了。这是条件判断模块，如果没有点击预定发布，就点击预定发布。如果已经点击过了，就跳过，继续下一步。发布页面中有一个日历空间，允许直接输入日期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表单模块直接输入。时间的话不允许直接输入，所以我们只能模拟真实的网页操作，用了2个点击元素的按钮，实现目的。接下来又是一个 JavaScript 的代码模块，进行日期和时间的递增。最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自动工作流的效果。接下来只需要全选，然后点击预定发布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